奥纳纳没去英超，这倒是去了英超。士别三日，还真的刮目相看了。他曾因为长得像奥纳纳，失误也像奥纳纳，在2年前的亚洲杯上成了黑红到极点的神人。而本届世界杯，站在日本队球门前的他表现却极其惊艳，没有他的扑救，打巴西根本撑不到布什。他叫铃木彩彦，一个不管是名字还是表情都很卡哇伊的混血门将。从98年到22年，日本在前7届世界杯中，门将的身高一直是他们的短板。26年之前，先后出过4位世界杯门将，分别是1.79米的川口能活、1.85米的修基正刚和川岛永嗣，以及1.87米的全田修一。只有川岛永嗣曾在法甲梅斯踢过半个赛季主力，也极少超过1.9米的门将长期担任国家队一门。但这一切都被混血的铃木彩彦打破了。只是回想他刚入选国家队的时候，铃木彩彦的风评之差远远不比今日，表现和天才完全不沾边，甚至还很辣眼睛。铃木彩彦2002年出生于美国，他的父亲是美籍加纳裔，母亲则是日本人。不过同年就回到了母亲的家乡，在东京北部的埼玉县浦和市长大。拥有超过1.9米身高，外加不错的脚下技术，铃木彩彦从日本 U15 到 U23 都是主力。2019年 U20 世青赛，那时只有17岁的铃木彩彦是小组赛阶段发挥最好的门将之一。在卡塔尔世界杯后，斯茂伊启用了当时还不到20岁的铃木彩彦，几乎是硬保着他出任国家队首发。这在看重资历、讲究论资排辈的日本是不常见的。时间来到23年夏天时，一条新闻引爆全球。当时在唐阿赫的建议下，曼联为铃木彩彦开出了高达500万欧元的转会费，希望他来梦剧场成为奥纳纳的替补。不过球员本人婉拒邀约，以比甲日资球队圣托尔登为跳板前往欧洲。虽然发挥有起伏，但考虑到当时他是唯一在欧洲顶级联赛有稳定出场的门将，铃木彩彦成为亚洲杯主力并不意外。24年初的亚洲杯，球迷都期待这位本土最佳新人为球迷纱窗擦屁股露一手。然而铃木彩彦的表现不能说给人惊喜，至少也可以说是惨不忍睹。他几乎刷新了朗武士门将在大赛上的下限，一个人统治了本国社媒热搜。亚洲杯首战，越南队2次攻破日本球门。如果说第一球还能怪对手顶的实在太过刁钻，那第2球扑救失误就让人无话可说了。首场比赛虽然日本赢了，但铃木彩彦喜提全队最低分。第2场面对伊拉克，铃木彩彦面对对手球速不快的传中，一个排球动作喜提乌龙助攻。随后一次反击中，伊拉克球员头球从铃木彩彦双腿间顶进球门，最终日本1-2不敌伊拉克，铃木彩彦再次获评全队最低分。第3战对印尼，日本早早3球领先，但最后时刻，铃木彩彦又将一次球速不快的射门从手边漏过，又喜提全队最低分。3场之后，本国球迷都麻了，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但彩燕有点六亲不认了。而淘汰赛首战，还是铃木彩彦在一次扑救时想将球拖出横梁，不料见高不见远，再次救球时和自家前锋少年启士相撞，形成乌龙。这里施救后，铃木彩彦和少年启士甚至没有任何口头或者动作交流，还一度被日媒猜测是不是更衣室出了问题。下一站面对波斯铁骑伊朗，日本早早取得领先，而伊朗扳平比分的进球恰恰来源于铃木彩彦一次开球失误后，伊朗仅通过3脚传球就完成射门。即便丢球不是全责，5成责任跑不掉了。文能挂机卖队友，武能越塔送人头。洲际大赛连续5场犯错的门将也挺不容易的，因为亚洲杯上表现过于抽象，那时铃木彩彦多了一个绰号奥这。不过经历了如此大的打击，回到俱乐部后心态依然不错，他没有陷入深度 emo， 反而在电视台的谈班中流露出了独特的松弛感。在04年夏天转会意甲帕尔马后，虽然偶有低级失误，虽然手型依然有点问题，但却肉眼可见的长球了。他挡住麦克托米奈的扑救，还拿到了意甲当轮最佳。经历了2年意甲主力历练，在美加墨世界杯上，铃木彩彦一改之前的毛躁，大荷兰就用连续的扑救拿到日本队第1高分。面对巴西，更用指尖挡出了小熊的必进球，还多次拆下高空球。如果没有他的7次扑救，估计要变惨案。主帅森保一在最近4年一直安排这位混血出任一门，这次赌注赌赢了。世界杯的精彩表现也打动了多支强队，但最终他加盟了英超阿斯顿维拉。无论大马丁走不走，4线作战的维拉都会有充足的时间给他。最后阐述一点思考，铃木彩彦日职、比甲、意甲、英超4年4级跳，甚至差一步就加盟了新科霸主大巴黎，不能将他简单归功于留洋长球。目前日本各级国家队中涌入了一大批混血球员，比如圣保利边缘国脚后腰藤田让流骑马和 U23 国家队在亚洲杯决赛交手，身高超过1.9米的高中锋布莱恩世雄，以及U17国家队队长身高超过1.9米的巨塔中卫袁沙彦祥人等等，他们都是活跃于各界国家队的混血。先抛开诸如足球人口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谈，本届世界杯非洲除突尼斯之外全部出现，
亚洲除日本之外全军覆没，甚至日本的淘汰赛也要靠混血铃木彩彦苦苦支撑，托起球队的上限。无论大家怎么看待竞技体育中的人种决定论，其实结果已经非常清晰，东亚人种在足球这项运动中确实是吃亏的。